小男孩突然说有人想侵犯他，这可把老师吓坏了，急忙问这个人是谁。于是他指向了好朋友杰克。当面对警察的询问时，杰克承认了他曾想摸小男孩，而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警官猜测肯定有人侵犯过杰克，才导致他产生了这种想法。但是杰克却不敢说出那人，否则他会有麻烦的。而就在这时，母亲带着哥哥来接杰克了。于是泰勒把刚才的事说了出来，母亲瞬间惊呆了，禁不住大喊又来了。看得出母亲是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过肯定不是什么好事。随后他说出了来龙去脉，竟然是哥哥泰迪曾被侵犯过，而凶手更是出人意料。Pregnant with Jake, I caught my ex-husband touching Teddy.While I was carrying his child, he was raping our son. 不过前夫也因此被判了10年，哪知只待了7年就假释了出来，而且法官还允许他探视孩子，现在居然又来犯案，简直令人发指。Teddy was a happy, loving child until his sick father stuck his hand down his pants. He ruined Teddy's life, and now he's gonna destroy Jake's. 为了尽快抓到凶手，警方决定分头对两兄弟问询。可是哥哥明显防备心很重，对警察根本爱答不理，只管低头玩游戏。至于弟弟是否会被父亲侵犯，他一点也不在乎。而据弟弟描述，那天父亲来探望时，两人一起看了电视，然后玩了游戏，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可他的这种平淡表现，在母亲眼里就是在回避那种事，加上哥哥那边也没问出什么有用线索，泰勒只能直接找父亲面谈了。但是父亲却否认自己侵犯过杰克，他已经坐过牢，受到了教训，早已经改过了，并强调探望儿子时自己的妹妹一直是陪在身边的，他并没有单独和杰克待过。但很显然这些说辞并没有取信警方，泰勒决定来点高科技手段撬开他的嘴，那就是测谎。 Have you ever touched Jake's genitals? No. 平稳的波动代表他说的是实话。 Has Jake ever touched your genitals? No. 虽然机器证明男人在说实话，但图图却认为这只不过是他心理素质强大而已。 Were you alone with your son Jake yesterday? No. 不料机器竟出现了首次波动，男人说谎了。见此情景，泰勒眼睛顿时一亮，终于抓到破绽了。于是下一秒他就来质问妹妹，妹妹不得不承认自己当时离开了10分钟，可10分钟根本不足以干什么呀。但警察可不管这些，直接将父亲关进了笼子里，尽管他仍然坚持称自己是被冤枉的。而就在这时，弟弟的强奸检测结果也出来了，果然在他下面发现了唾液的痕迹。警察本以为终于可以让父亲把牢底坐穿了，哪知法医竟然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小意外，凶手的 DNA 竟然和弟弟的一模一样。 Jake and his molester have identical mitochondrial DNA. 而 DNA 是母亲遗传给孩子的，也就是说，真正的性侵犯居然是哥哥。 Father like son. 这简直是离了大谱。随后，警察急忙赶到学校来找哥哥泰迪，哪知一进教学楼就发现了不对劲，墙上竟然贴满了泰迪的照片。可令人咂舌的是，上面的泰迪好似变了一个人，要多劲爆有多劲爆。而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了打闹声，两人循声而至，发现竟是泰迪在和同学打架。 泰勒和图图赶紧将他俩分了开来，随后分别进行了审讯。泰勒直接告诉他，证据已经显示你虐待了弟弟。谁知泰迪竟一口否认，由于小时候的不幸经历，让他认为这并不是错的。Your dad screwed up your head so bad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you've done. 对此，泰迪根本懒得反驳。而那些照片都是男同学贴的，可他却理直气壮。他认为就是应该让大家看清泰迪的真面目。图图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哪知同学却予以了否认，表示这些照片都是从一个网站上下载的，而那个网站名就叫泰迪树屋网。但经过警方鉴定，这个网站其实是个儿童颜色片超级商店，专门销售泰迪作为模特拍的照片和视频。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网站的运营人正是泰迪本人。 就连见多识广的老警察都吃了一惊，未成年人拍儿童片可是不多见。然而更炸裂的是，泰迪还会抽时间直播，他的恋童癖订阅者会花钱去看，至今已经有1万多人充了年度会员，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警察分析，泰迪其实也是个受害者，那些变态会员才是引导他误入歧途的罪魁祸首。于是队长下令准备抓捕这些订阅者。随后泰勒又去找了弟弟，希望从他口中得知一些会员的信息。 可幼小的弟弟根本不懂成年人的事，只知道哥哥拍这些是为了给线上的朋友看，而且那些朋友还经常提各种要求，只要照着做，就会收到很多礼物，像大火箭或者嘉年华什么的。至此可以更加确认，就是变态们引导泰迪虐待弟弟的。于是队长下令立马关掉网站。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警员并没有执行命令，并因此造成了巨大损失。有了弟弟的口供，更加确定泰迪是在犯罪了，但他却不自知。即使律师向警方求情，想以泰迪交代出订阅者名字来换取轻罪，可是叛逆的泰迪根本不领情，反而认为这是他自己的生意，那些人才是他的朋友。It's obvious that Teddy is the victim here. No, I'm not. He's being exploited. You arrest the men who pay for this. They're the problem. He calls it a problem. I call it a business. 真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大男孩。其实警察也想帮着泰迪开脱，奈何他太固执，不愿配合，只能决定将其逮捕。不过好在律师尽心尽责，努力游说警方。If you send him to jail tonight, he will shut down and we will lose that kid forever. 泰勒终是于心不忍，最终决定先放泰迪回家，殊不知却因此将他置入了险地。
使他再次遭受了侵犯。而在泰迪离开后不久 ，FBI 突然来到了派出所，竟是来带走泰迪的。原来 FBI 已经盯了他1年之久了，正准备以制作儿童颜色作品罪起诉他。尽管警方替泰迪开脱，他也是个受害者，但是老女人根本不听，又不是别人逼着他开设的网站。警察尽了最大努力也没说服老女人。泰勒不得不来到泰迪家，打算再把他带回去。哪知泰迪听到动静后，竟然跳窗逃走了。泰勒警官在后面紧追不舍，但最终却失去了他的踪影。这下问题可严重了，泰迪竟变成了在逃犯，而且整个人好似人间蒸发了一样，酒店、车站都没发现他的踪影。不过幸好警员在他网站的留言板上发现了线索，一个名为2个男孩的账号留言：泰迪在鸟窝，帮手马上到。这说明有人在帮助他逃跑。此时聪明绝顶的队长也反应了过来。 Ran away from home after pedophiles made plans on his website to help him. But you let these perverts keep talking in that chat room after I gave you a direct order to shut it down. Teddy is missing because you deliberately refused to obey my order. 殊不知警员也是有苦衷的，但他并没有解释，而是提出了解决方法。因为还有一个叫狂风兄弟的留言附和了2个男孩，很明显2人属于同谋，并且狂风兄弟正在浏览其他网站。泰勒立马想到了引蛇出洞的方式，可以设一个见面的陷阱将其抓住，再逼问出2个男孩的下落。于是警员假装是个15岁男孩，和狂风兄弟聊了起来。果然，当听说这边是个没有女朋友的处男后，对方立马发出了邀约，而这正是警方求之不得的。随后警察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做好了抓捕狂风兄弟的准备。期间，泰勒忍不住询问了警员违抗命令的原因。 I shut it down. The pedophiles just go somewhere else. I needed to get him. Her son, Freddie's 12. Latchkey kid goes online to make friends. A new buddy convinces him to meet, go see a movie. Freddie goes. I gave Freddie the computer. 原来警员一直因为这件事在自责，而就在这时，符合特征的男人出现了。图图直接上前进行了抓捕，同时在他袋子里找到了断子绝孙套。在绝对的证据面前，男人再也无法抵赖，承认了自己就是狂风兄弟，但也表示根本不认识2个男孩。不过却告诉了警察泰迪的藏身之处。鸟窝其实指的就是泰迪拍摄的地方，他打算去那里躲藏一阵。随后警察就赶到了鸟窝，但这里已经人去屋空，泰迪根本不在。谁知当泰勒打开电脑后，竟发现了他拍摄的最后一段视频。正当泰迪准备表演时，突然有一个男人走进来，将他迷晕了，然后就这么带走了。看来泰迪是被绑架了。警察认为凭泰迪一个孩子不可能租下这间公寓，于是询问了物业。果然房子是一个叫老克的男人签的租约，看来他就是2个男孩了。只是令警方万万没想到的是，老克竟是一名半身不遂的老人，连呼吸都困难，更别说绑架了。接着经过保姆介绍才知道，老克的身份信息早就泄露了，一定是有人冒名顶替。就这样，唯一的线索至此全中断了。没办法，泰勒和图图只能来电诈科找本森帮忙。这里是监控网络最先进的地方，本森很快就追踪到了2个男孩的 IP 地址。没想到他竟是一名受人爱戴的医生，可是医生的嘴非常硬，就是不交代泰迪在哪里，并嘲讽警察根本不是在关心他，而自己才是真心为泰迪好，弄得警方一时拿他也没了办法。哪知关键时刻还得靠本森，他调取了医生手机里的信息，发现医生曾和一个好朋友交谈过，并让他帮助泰迪逃走，而这个好朋友也是泰迪的一个粉丝。可即使这些都查了出来，医生仍是拒不交代好朋友的下落。于是警察将泰迪被绑架的事说了出来，哪知医生根本就不信。随后警察播放了那段视频，本森也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 Now think of his body, that young, thin, perfect body. Now picture it bruised and broken and covered with blood. Is that what you want? If he dies, this is going to be on you. 医生听后十分伤心，想都没想就反驳这个视频是伪造的，没有人想伤害泰迪。见他如此顽固不化，警方真是没了办法，最终只好释放了医生。殊不知这是警方有意为之，因为他们知道医生会忍不住联系好朋友，弄清泰迪的状态。而当医生上网联系好朋友之时，本森已经在后台监控了起来，果然很快就锁定了好朋友的 IP 地址。随后泰勒2人迅速赶了过去，好朋友见状就想逃走，却被泰勒狠狠扑倒。哪知老登很是不简单，竟能打倒泰勒又逃了出去。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他的体力还是跟不上了，最终被泰勒狠狠打趴下了。此时图图也来报告，并没有找到泰迪，难道他真的遇害了？不过很快泰勒似有所感，终于在隔壁房间里找到了差点被蹂躏致死的泰迪。这下单纯的小伙子终于意识到社会的复杂了。而后泰迪真诚向泰勒道了歉，他以为是朋友的人竟如此伤害他，他应该相信警察的。母亲也并没有责怪泰迪，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而 FBI 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竟愿意给泰迪一个机会，只要他供出那些恋童癖者，整个案件结局也算是比较完美了。